翻完一日工，終於夠鐘翻屋企，洗完食隻杯，執好啲文件，閂電腦，打卡，走人。呢個時候對好多人嚟講都可以放鬆唞唞。不過將軍澳居民就要慢慢同人逼地鐵、逼巴士翻屋企。究竟係乜嘢原因令到將軍澳居民猶如生活喺地獄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港交所，我係你主持人卡神。將軍澳設計得有幾失敗，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。首先，我哋先講地鐵。相信眾多將軍澳居民日常使用得最多嘅公共交通工具就係將軍澳線。呢條地鐵線使用量龐大，每逢繁忙時間皆有4萬人使用。喺2018年，油塘至鰂魚涌站間載客量已達至飽和，達至100%，以每平方米站立4人計算，搞到將軍澳線一直為人詬病，班次更已飽和，無法增加更多列車。不過佢嘅走線設計便利，班次嘅頻率及城市設計皆持續為佢帶來龐大嘅客源。從地圖上可見，幾乎所有將軍澳新市鎮發展區都係包圍住地鐵站，並以地鐵站為中心。呢個規劃可以從80年代講起，喺沙田等新市鎮建設得如火如荼嘅同時，政府公布咗公共交通協調政策，類似於現行以鐵路為骨幹政策，迫使市民選擇鐵路作為佢哋嘅交通模式。而喺將軍澳作為即將發展又鄰近嘅新市鎮，自然成為鐵路主導政策下嘅第一批產物。80年代對於將軍澳規劃嘅文件中列舉出多個將軍澳線可能性，每一個可能性都盡可能將站點放置於市鎮中央，足可證明政府當時對將軍澳鐵路規劃嘅重視，亦為將軍澳交通失敗埋下種子。將軍澳除咗鐵路載客已達至飽和，道路負荷能力亦同時達到極限。全將軍澳現時只有3條道路出入市區，分別為將軍澳隧道、寶林路同埋清水灣道。其中清水灣道過於迂迴，以致較少人使用。大多數人經道路離開將軍澳都會以將軍澳隧道和寶林路，而新市鎮設計正正擺於呢啲咁嘅高樓大廈。已到達你嘅目的地坑口玉明苑，已到達你嘅目的地將軍澳中心，搜尋緊附近嘅餐廳嘢食。你而家喺將軍澳 Popcorn 揾到20間餐廳。對將軍澳人口預測過少，又高估將軍澳地鐵承載力，導致每到繁忙時間離開將軍澳都成居民一大難題。塞車問題嚴重，從而導致少人搭巴士返工返學，令到巴士服務減少，從而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圖。然將軍澳市中心不遠處就一個例子，佢就係尚德。尚德係一個大型屋邨社區，位於將軍澳市中心以北，居住人口約3萬6，卻遠離地鐵站，所以嗰度大多數嘅居民都會選擇班次頻密嘅296A 來往市區。雖然未達到當年政府設計新市鎮時希望市民以鐵路為主要交通模式，但卻無意顯示出鐵路和巴士不能只能2選1。再講多個例子，喺個海對面，小西灣位於港島北岸，係唯一一個冇地鐵服務嘅近岸住宅區。該區出入主要靠巴士連接灣仔中上環，或靠小巴連接就近地鐵站。交通方便程度並不及鐵路完善迅速，甚至因此有更便宜、快捷、舒適嘅交通服務，令成個柴灣區達至交通工具間嘅平衡。而去過維景灣畔或者藍田嘅朋友可能會知道，維景灣畔有一條專屬嘅車路澳景路，呢條路只有維景灣畔居民，亦只有佢哋先可以用呢條路出九龍。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唔開放呢條路俾將個居民使用呢？
Oh, sorry, excuse me. Do you mind if I'm terribly sorry? Excuse me. Could I just sorry? 其實呢條路曾經亦開放俾將澳居民借路進出將軍澳，然此路程途經一段私人路，路過嘅人、路過嘅車唔需要俾維護費，自然引起維景灣畔居民嘅不滿。於是屋苑設立限制，禁止外來人士經此路出入將軍澳。其實呢條路根本無法負荷出九龍嘅巨大車流，禁止外來人士其實理所當然。將藍隧道12月11號通車，相信唔少人正期待呢條隧道可以分流將軍澳隧道及寶林路嘅車流。隧道落成確實為將軍澳提供多個出入途徑，加大整體車容量，確實有機會舒緩將軍澳線及將軍澳隧道塞人塞車問題。但長遠嚟講，新隧道只會導致整體塞車問題更加嚴重。將軍澳有不少中產人士居住，總車量較高。新隧道通車會令原先使用地鐵通勤嘅人士使用私家車出入。道路中會有更多私家車佔用路面空間，令其他區嘅道路使用者行程更加長。長遠嚟講，會令塞車問題更加嚴重。未來將軍澳將會持續發展，居住人口已超越設計人口，然交通配套幾乎停滯不前。將軍澳喺外人眼中係一個高尚住宅地，生活指數高，但每個人喺嗰度住係逼地鐵、逼巴士同忍受塞車嘅時候，都會懷疑自己住嘅地方係咪真係所謂咁高尚？甚至喺鐵路為先嘅將軍澳長大嘅人，反因習慣乘搭地鐵而成為路痴。將軍澳嘅塞車問題唔單止體現出城市規劃人員嘅短視，更以實際例子證明，以鐵路為骨幹嘅政策並非解決城市塞車及交通問題嘅最佳辦法。喺將藍隧道通車嘅時候，係咪應該反思以往塞車塞人嘅經驗，重新審視將軍澳嘅交通問題，以鐵路以外嘅方法去解決交通問題呢？